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在火影忍者中，水遁作为5大遁术之一，一直被诟病华而不实。大部分水遁都是靠着量来提升冲击力、攻击的，声势浩大却燃并卵。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被水冲一下而已，又不会死。花跟火柴都能把人烧伤，你吐个水遁就像在给人洗澡一样。再加上大部分水遁都很耗蓝，实用还受制于环境和地形，和其他4遁来比，性价比着实不高。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小撮水遁高手把水的属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并开发出了极其强大的水遁忍术。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火影中最强的10个水遁吧。水化之术。水化之术是鬼灯一族的必备秘术，也是使用好水丸和水铁炮等高阶秘术的先决条件。该术能随意将肉体液化，免疫物理攻击，对体术和忍拘留忍者十分克制。此外，液化状态下还能进行诱导、潜袭、抵抗声音震动。水月甚至还用作医疗忍术，帮助纲手接过身体，给4月疗过伤，可以说是实用性超高的一个水遁了。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会被雷遁克得死死的。顿悟帽子。顿悟帽子是水月最强的防御型水遁，用大量的水覆盖在被水化之术液化的肉体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水之盾牌，抵抗攻击。水月曾以此术和神行巨术的8尾撞得有来有回，应接尾兽玉只残不死，足以见此术的防御等级之高。考虑到尾兽玉的破坏力远强于斑野的好火灭尸，所以顿悟帽子的防御力自然也在水珍珠之上，是当之无愧的最强防御水遁忍术——水镜之术。水镜一下，如果不考虑出手顺序，水晶复制叶凯和凯对拼，那画面我可不敢想象。毕竟10角不同于由水形成的50角，前10角本质是查克拉气弹，是拥有海量查克拉的鬼角才能使用的一个奢侈忍术，一口就是召唤出1000只鲨鱼形态查克拉气弹，可不是闹着玩的。量大且破坏力强，6门凯的招孔雀都无法将其完全消灭。水铁炮之术天气，同样也是鬼灯一族代代相传的秘术。水铁炮之术以水化之术为基础，从指尖射出高压水滴，不仅攻击速度超过音速，而且贯穿力极强。官方用一滴必杀的水鸡蛋的超高评价来形容此术，这招各方面都和飞剑的天气非常类似，都是水遁中极其罕见的单点贯穿型忍术。水烙鲨鱼游动术，该局是全局中唯一一个 S 级水遁。鬼鲛在使用大爆水冲波制造大片水域后，自身在鱼胶基融为一体，变成半鱼人，大幅度提升自己在水中的移动速度和攻击力，同时还能吸收敌人的查克拉。查克拉外移模式下的奇拉比，在鬼鲛此术的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水遁波。水遁波是飞剑最强的水遁，从口中吐出高压水柱，杀伤力极强，犹如风遁一样进行切割攻击，和动画给蝎原创的高压手枪非常类似。飞剑水遁波的首秀就将吸收查克拉的神树树根轻易给斩断了，足见其威力之强。大胶弹之术。大胶弹是水胶弹的升级忍术，用查克拉瞬间制造一只超大的鲨鱼型水弹攻击敌人，如果受到忍术攻击，则会瞬间吸光对方忍术中的查克拉，转化为自己的力量。此术愈强则强，是忍术对拼神技，也是全局中唯2的 A 级水遁。另一个 A 级忍术大瀑布之术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只是鬼鲛的实战首秀就遭到了7门凯咒虎的克制，实属倒霉啊！真威爆威。真威爆威是2代水影鬼灯幻月的一个无限爆破忍术，也是水分身的终极延展技，利用油和水制造出一个孩童外形的分身，分身攻击速度极快，能在空中自由飞行，利用热胀冷缩等原理实现无限爆炸。幻月曾用这招将2代土影皮肤灼伤，是个让拥有沉遁、分裂、飞行、感知等能力的2代土影都感到相当棘手的忍术，也常年在和大胶弹、水遁波竞争最强攻击水遁。以上就是个人认为最强的10个水遁忍术，有的重辅助，有的偏防御，有的是纯攻击，每个术侧重不一样，所以没做排名。但能肯定的是，这些术都是各自领域内能力最顶尖的存在。像水龙弹、大瀑布这种攻击还行，防御也不错，但没有一项能力是特别突出的，就排不上号了。至于飞剑的水龙咬爆、硬窝水刃这些术，都是火影游戏里的原创技能，就不做讨论了。对了，飞剑的海遁、洋遁是和大海签订契约的男人，能够通灵大海这些设定也都是早年国内网络同人瞎编的，不必当真。那么最后就单论水遁，你觉得谁能称作最强水遁忍者呢？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喜欢的朋友还请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在近期《博人传》动画里，鸣人破天荒使用土流币引起大家的讨论，很多人都在问鸣人是什么时候学会土遁的，这个土流币是不是科学忍具发动的？首先，鸣人本就拥有风、火、雷、水、土、阳6种查克拉属性，具备习得土遁的先决条件，再加上鸣人超强的学习能力，1周开发 S 级忍术风遁螺旋手里剑，半个月掌握仙人模式，学习一个 B 级的土流币可能就是上个厕所的功夫而已。其次，鸣人在使用土流币之前有明显的结印过程，说明是
是用自身查克拉释放的忍术。其早在《博人传》动画65集中，鸣人就已经使用过土遁了，所以不可能是科学忍军发动的。4战中，黄土教联军用的那个土遁叫炼瓦之术，并不是土流币，所以土流币只能是鸣人在《博人传》中的新忍术。既然都提到了土遁，那就顺便来回顾盘点一下火影中最强的10个土遁忍术吧。此次盘点依旧不包括像土流大河、土龙弹这类动画和游戏原创的忍术。那么点个关注，马上开始吧。第一个，通灵土遁追压之术，忍术等级 B， 使用者卡卡西。土遁中控制型忍术很多，卡卡西的追压之术算是其中比较出彩的一个。用通灵术召唤8条人犬，人犬们通过气味从地底进行追踪，发动攻击，最后封锁对方的行动。在不斩被人犬咬住后无力挣脱，只能眼睁睁等待被宰。比起水牢和石灰凝之术这类控制忍术，追压之术隐蔽性更好，且具备追击能力，一次没咬住8条狗狗还能继续追着你咬，对吧？第二个，土遁土牢堂屋，忍术等级 B， 使用者次郎坊。这是次郎坊在拦截木叶5小强时使用的一个控制型土遁，利用土遁围成一个土牢，把对手困在里面，同时还能吸取里面忍者的查克拉为己用。鸣人在里面蓄力螺旋丸时就被吸收查克拉打断了。此外，强体的防御等级也比较高，且能自动修复。若不针对最薄弱处攻击，要突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总体来说，还算是个不错的土遁。第三个，土遁天降盖，忍术等级未知，使用者木叶暗部。这是在佩恩入侵篇章中木叶暗部使用的一个土遁忍术，从上空召唤一个巨大的猪形土盖砸向敌人。优点在于术的范围较大，且同时具备攻击和控制效果。第四个，土遁土流成壁，忍术等级 B， 使用者大和。这是大和在陪同鸣人修炼风遁螺旋手里剑时使用的一个大型土遁。看看这规模，看看这强体厚度，用作防御的话，自然要比同类型的土流臂和万里土流臂结实耐打吧。第五个，土遁土矛，忍术等级 B， 使用者角都。这是角都使用的一个攻防一体的忍术，此术能强化肉体，提升体术攻击。角都曾靠土矛一拳击碎过火之4大门。此外，该术还能提高自身防御，扛下2尾的攻击都不是难事，只是比较惧怕雷遁忍术。第六个，土遁黄泉爪，忍术等级 A， 使用者自来也。黄泉爪又称化分池之术，是自来也在3人大战时使用的一个 A 级土遁，也是火影中等级最高的土遁。毕竟土遁和火遁一样，是没有 S 级别的术的。此术能把对方脚下的泥土变成一堆沼泽，让对手陷入其中，直到完全被淹没。自来也在没有满状态下使用的黄泉爪就能困住大蛇丸的一条通灵大蛇，是一招对大型生物体十分奏效的控制型忍术。第七个，土遁刚力士之术，忍术等级未知，使用者大野木赤土。这是赤土和大野木使用的一个主防御的土遁忍术，曾抵挡过迪达拉的起爆粘土，配合我爱罗的加流罗之盾，甚至可以防御住班须佐能户甩出的14个勾玉的8板勾玉。另外，此术的使用方式比较多变，遁地、前行、打掩护也非常方便，单纯用作攻击也可以。大野木驾驶岩象攻击班时，班甚至动用了花树界降临来回击，足见这术之强。第八个，土遁山土之术，忍术等级 B， 使用者黄土赤土。山土之术是黄土使用的一个范围超大的 B 级土遁忍术，用2个巨大的半球体将对方包夹住，连外道魔像和石尾这种级别的大型生物都能暂时压制。要知道8尾还没有石尾头大，可以想见山土之术的范围是有多恐怖。要是在战场上放一个的话，绝对能夹死一大片敌人。博人传中赤土也使用过山土之术，不过规模和黄土的简直云泥之别。第9个，土遁超轻中炎之术，忍术等级大于等于 B 级，使用者大野木5。这个是 B 级土遁轻中炎之术的升级忍术，通过减轻物体重量让目标变得轻盈。大野木通过这招不仅能扛起龟岛和宇智波斑召唤的陨石，还能获得飞行浮空的能力和加速效果。雷影的移动速度、我爱罗沙子的攻击速度都在轻中炎的效果下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反，身体变得轻盈后，由自身发动的体术攻击也会变得跟老痒痒似的。不过对于大野木这种炮台法师影响并不大。正因如此，别看大野木只有1.3米的个子，体术可能不太好，但你如果想和大野木近身，就必须得冒着被轻中炎减轻身体重量的风险，一旦打中就能直接废了你的体术。最后一个，土遁超加重炎之术，忍术等级大于等于 B， 使用者大野木5。超加重炎之术也是 B 级的加重炎的升级忍术，功能多样，实用性超高。首先，它具备石化效果，在无影会谈中，大野木曾用加重炎石化过白绝，直接粉碎了白绝身体，比起赵美明用废盾慢慢磨，不知道方便了多少。其次，它还可以加重物体和查克拉的重量，比如加重2代秃鹰的双手来限制它的行动。对由查克拉组成的须佐能乎也能生效。大野木曾加重斑的须佐能乎，令其行动变缓，再配合刚力士之术救下过雷影。最后加重炎还能增强忍术和体术的威力。加重炎配合炎拳能一击粉碎2代水影的大蛤蜊，配合雷影连须佐能乎也能击穿。可以说加重炎和轻重炎是土遁里最拔尖的存在，也是最顶级的那批辅助型忍术。只
只可惜这两个忍术和神盾都没被黑土继承下来。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